引爆一场东北亚全面战争，这可能是美国的最新战争计划，韩国不过是战争炸弹的引信而已。大家好，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美最新战争计划露出端倪，引爆东北亚战争或是美国最新图谋。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拜登联合发表华盛顿宣言，宣布美韩将成立新的核磋商小组，在韩国部署核武器，派遣核潜艇驻扎韩国等等，加强延伸威慑。很显然，美韩之间似乎觉得这还不够，还需要加强在韩国更多的战略性军事部署。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赫将军日前接受日经亚洲采访说，美国空军考虑让战略轰炸机降落在韩国，并定期在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部署轰炸机，以加强和扩大对北韩的威胁。意思就是要将战略轰炸机直接部署在韩国。威尔斯巴赫说，作为美国军方的一项反制措施，你可能会在未来定期看到我们的轰炸机在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行动，甚至可能降落在朝鲜半岛。他说，美国也考虑加强美韩军事演习，希望看到美国与韩国和日本举行空中三方演习。美国这一切的举动真是针对朝鲜吗？非也，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威慑朝鲜不过是美日韩的理由，最主要的目标显然是针对中国，也辐射俄罗斯。一句话，美国正在全力加强在东北亚的存在，美国的举动其实就是一直在致力于单方面改变现状。美国是反对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来保证美国安心的单方面改变现状。这就是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比如核武器，美国世界最多，并且还在发展，但却不允许美国盟友以外的无核国家发展和拥有核武器，目的是确保美国拥有绝对的核霸权与核垄断地位。尹锡悦访美达成了美韩之间突破性的华盛顿宣言，具体条款落实下来，除了美韩两国之间的核磋商机制、两军的核威慑演习，美军不仅要在半岛部署核武器、核潜艇，还要部署能运载和投放核导弹的超远航程战略轰炸机。这个宣言堪称要把战火甚至核战争引向朝鲜半岛的宣言。韩国已经把自己再一次绑在了美国战车上，成为美军战车用来碾压引爆地雷的轮子。难道尹锡悦不明白，如果半岛发生战争，大概率会引爆核战争，狭小的半岛南北两边都无法幸免，都将遭受真正的毁灭。因城门失火而被殃及的必然是中国。再来一场远离美国本土的战争乃至核战争，再次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遏制中国的发展，或许就是拜登政府最新的战争计划。我要重复一下，引爆一场东北亚全面战争，这可能是美国的最新战争计划，韩国不过是战争炸弹的引信而已。尹锡悦在美国国会用英语发表的演讲中，大谈当年朝鲜战争中美军狼狈突围的长津湖战役，其用意已经非常明显。1953年7月27日，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以南的联合国军的司令官克拉克，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签完之后，他这样哀叹，我成了美国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很显然，美韩不会甘心失败，70年前的失败至今压在心头。在美国当今需要全方位对抗中国，确保其霸主地位的情况下，引爆半岛战争，甚至是日本参与的东北亚地区战争，很有可能是美国的最新军事战略。我们必须认真研判，制定最佳应对方案才行。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